他是谁？童瑶，你站住！昨晚你去哪儿了？我是童家继承人，你没有资格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爸死了，童家以后只能是我们二房。说吧，你昨晚去哪儿鬼混了？陆远山，该死！这个贱人居然和陆家掌权人睡了。我和谁睡觉都和你没有关系。童瑶，你可真下贱！你和一个乞丐上床，你就这么缺男人？我昨天是被那个男人强迫了，我才强迫。我看是你勾引他的吧？你个骚货浪荡的不行，童家脸都被你丢光了，我掐死你！你要是掐死我，你们二房就永远得不到我爸的股份。把他给我拖进童家地下室，脱光衣服，用力打。好的，小野。昨晚帮我解药的人是你。你未婚生子，奶奶对你很失望，还让我赶紧找大夫。是要亲手掐死你兄弟业主，可不可以由不了你？来人，给他接收。不可以童瑶，你就在这破地下室生不如死，苟且下拜。妈妈，我们为什么回国？我可以赚钱养你。大宝，妈妈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安能姐姐，救救我！坏女人她……陆小宝，没事吧？又不听话，我打死你！你起开！你是谁啊？童柔儿。童瑶，你没死。这个孩子，难道当年童瑶生的是一对龙凤胎？可恶，那个医生居然背叛我！对，没错，我没死。童柔儿，我活过来了。当年幸亏了那个医生，你当年害死了我的小宝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小宝，到妈妈这儿来。童柔儿给陆远生生了个孩子。不，你不是我妈妈，小宝，你对我不好，坏女人！小宝，怎么和妈妈说话呢？过来。这么年轻就当人贩子，不知廉耻。这个小男孩也是你拐卖的？才不是，她是我妈妈。这位先生，说话可要讲究证据。我也想让你做我的妈妈。远山，她就是我和你说的那个表妹童瑶。原来你就是跟野男人厮混、离家出走的童家大小姐。这位先生，做人可要有脑子，不能听风就是雨吧。大宝，我们走。你给我站住！你骂我没脑子。对啊，说的就是你。能和童柔儿搞到一起的男人，绝对也不是好人。童柔儿，你记住，你害死了我的小宝，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。
生不如死。远山，是我的错，当初妹妹未婚先孕，我没有帮她保护好她的孩子。以后不要和不三不四的女人说话。远山，我们订婚的事情，等小宝什么时候确认你当这个妈，再定吧。童瑶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要敢抢陆远深，我将你和这2个死畜生碎尸万段！爸爸，我喜欢那个漂亮阿姨，我不喜欢童柔儿。小宝乖，童柔儿才是你妈妈。不，我不承认。你看我的脸，一点儿也不像童柔儿。小宝的脸的确和童柔儿毫无相似之处，难道？你怎么还没搞定陆远深？要你干什么？奶奶，童瑶回来了。你个废物！你居然敢回来！你气死我了！我让他把股份给我留下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弄死他！奶奶，您对我这个亲孙女真是照顾有加。奶奶，这5年来过得可好？你个小贱人，你居然敢回来！你怎么死在外面？我死外面怎么给你养老送终啊？你未婚生子，下贱恶心！你把股份留下来，然后给我从这滚出去！滚！哼，童家的一切可都是我爸白手起家创立的，我凭什么滚出去？该滚的人是你们，下贱恶心的人是你。把我女儿小宝还给我！那个小崽种已经被我们掐死了。童柔儿，你不得好死！5年不见，他居然变化这么大，绝不能让他知道那个小崽子还活着。你放心，我会夺回公司，将你们一个一个都赶出去。你有那个本事？你现在的一切可都是我的。你放心，我们慢慢来，我会让你一点一点都还给我，包括我孩子的命。不可以，陆远深是我的，不可以。陆远深，童柔儿，难道5年前我房间里的男人不是乞丐，是陆远深？就是个臭乞丐！你个小贱人，你一回来就把我们童家搞得乌烟瘴气，立刻马上从眼前消失！管家，把他带走。请吧。放心，那个男人的身份我会调查清楚，包括我父亲的死。表姐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管家，让他走！不用你说，我自己找。立刻，马上给我把童瑶的孩子处理掉！龙大宝，我是你妈妈同事，你妈妈让我来接你来了。坏人，居然敢骗我！我妈妈才不认识你们呢，肯定是表姨他们派过来的。坏人，赶紧走开！再不走开，我就找警察叔叔来。教你拍手啊，你拍1。远深，我被人爆黑料了，我好不容易才爬到影后的位置。我没空。远深，爆黑料的人是很有实力的黑客，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坏女人，你不要再纠缠我爸爸了，他不喜欢你。小宝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可是你妈妈。你不是啊，我们去了亲子鉴定。什么？小宝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妈妈呢？小宝最乖了啊！哼，这个黑客的技术居然如此高超。陆总，咱们公司的内部网络让黑客给黑了。被黑了？怎么回事？
网络安全部门的人都是饭桶吗？还不是童柔他招惹了黑客，要不然人家也不会盯上咱们公司。远山，你就帮帮我好不好？我们两个未来是要结婚的，我的颜面就是你的颜面呀。你要是清白了，能被人爆出黑料吗？就是你自己不够干净。你看看你，就你现在这副模样，怎么嫁给陆家？实在的，真想现在掐死你！给我去查那个黑客的身份。陆总，查到 IP 地址了，应该就在公司附近。把他给我找出来！大宝，在干嘛呢？我在炒股。我家大宝可真厉害。大宝，听妈妈和你说，以后在家里不许给任何人开门，知道了吗？妈妈，我帮你叫去了表姨。妈妈知道，但是你表姨她丧心病狂起来，是会吃小孩的。我只是不想让妈妈受欺负。大宝真乖。今晚童大养护将举办慈善晚会，募捐善款给予山区儿童。童儿居然把我父亲的遗物捐了，厚颜无耻！妈妈，你去哪儿？妈妈去把你外公的遗物抢回来。远山，谢谢你为我举办这场慈善晚会，为我洗白。你应该庆幸你是小马的亲生母亲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慈善晚宴。今天我将捐出童家传家宝，救助山区儿童。童柔儿，童家什么时候有传家宝？那个古董是我父亲的遗物，你凭什么与你的烂妹捐出去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来拿回我父亲的遗物，顺便让大家目睹一下童大营是多么的厚颜无耻、卑鄙下贱。这就是童家的传家宝。童瑶，你没有善心，还不允许我发善心吗？你用我父亲的遗物发善心，你真不要脸！到底怎么回事？远山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拿叔叔的遗物做慈善。童瑶，你处处针对我是为什么？我们是亲姐妹，你毁了我的名声，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？毁你名声，我开心，爽快。你个贱人，现在给我滚出去！这个瓶子我今天捐定了。这个瓶子下面有一个窑字。等等，来我看看，真是个窑啊！你看看，真是个窑。这是我父亲童英俊对我的遗物，我不同意你捐。你好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。这就是你们喜欢的佟大影后啊，无耻！童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道歉。我又没做错，我凭什么道歉？你要是不道歉，我就告你盗窃。哎，你们喜欢的童柔儿，如果她的名声毁了，应该要赔偿很多违约金。好啊，不管多少，我都赔得起。对吧，远山？道歉。远山，对不起。跪下，跟他道歉。童瑶，你别太过分。你不就是羡慕我男朋友是陆氏集团总裁陆远生吗？童柔儿，
你的男人，我看不上。抱歉各位，报告下。远山，你等等我，远山。我就知道是你。刚才你当着那么多媒体的面羞辱我，你就应该想到有这种下场。什么下场？童柔儿，你的下场只有一个。童瑶，不要，我是你亲姐妹。童柔儿，你忘了5年前是怎么对我的？住手！远山，救我！不的，那是我和童女儿的女儿，和你没有关系。童瑶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招惹不该招惹的女人。远山，还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就要毁容了。小宝，先照顾小宝。坏爸爸，漂亮姐姐的手都破了。漂亮姐姐，爸爸不是故意的，你快去医院处理伤口吧。小宝，我没事儿。童柔儿怎么会生出这么可爱、乖巧的女儿啊？童柔儿，你和小宝长得一点儿也不像，难道……你别胡说，小宝就是我亲生的。那个坏女人才不是我的妈妈呢。漂亮姐姐，你当我的妈妈好不好？小宝，过来。小宝，不要和不三不四的人说话，知道吗？爸爸，把我放下来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秦国木，亲子鉴定报告。童柔儿和陆小宝不是亲子关系。陆总，不三不四的女人是谁啊？爸爸，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吗？小宝，你永远是爸爸的女儿，知道吗？陆总，鉴定报告是我帮小小姐查的，而且还调查了当年的真相。你不要胡说，你住嘴！说，童柔儿，她偷了别的女人的孩子。那个女人找到了吗？那个女人已经死了。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。小宝，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女儿。童小姐，我给你100万，封封口费。我不稀罕。你，童柔儿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你慢慢还。远山，远山，我不可以！陆氏总裁夫人的位置只能是我的。妈妈，小宝他没有妈妈，他好可怜。对啊，如果小宝是我的女儿，该有多好。我的双胞胎妹妹被表姨掐死，陆小宝是表姨偷来的孩子，有没有可能陆小宝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？傅婷，怎么啦？宝贝，我回国了，帮我个忙呗。
你叫我什么？姐，看在我当年在国外帮你带孩子的份上，帮帮我呗。什么忙？当女朋友，跟我回家见我妈。有病！小宝，刚才那个是怎么弄的？哎，死傅婷，你居然是陆远生的亲弟弟！哎妈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女朋友童瑶。童小姐长得真漂亮啊！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傅婷结婚呢？放心吧妈，我们年底就结婚。伯母，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。对，婚姻是大事，先相处相处。童小姐，这傅婷啊，虽然平时吊儿郎当，没她大哥稳重，但是妈，我先带小宝回房间休息。爸爸，我想和漂亮姐姐待在一起。小宝，你应该跟她叫婶婶。可是姐姐，我想管你叫妈妈。小宝，别胡闹。妈，我不同意阿婷和这位童女士在一起。你以为我想和他在一起啊？大哥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她有个儿子。月生，你怎么能诋毁一个女孩子的清白呀？童小姐，那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儿子？不会是我大哥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和童瑶也就不隐瞒了。隐瞒什么啊？那个孩子是我和童瑶的。傅婷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？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？人家童小姐给你生了孩子，你还不抓紧结婚？不是这样的，伯母。傅婷，你替一个狗男人养孩子，你不要脸，我们陆家人还要脸。骂自己是狗男人，陆总果真霸气啊！大哥，您误会了啊，那个孩子是我和童瑶在国外生的。什么？你跟童瑶在国外生了一个孩子？童小姐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啊，伯母。是不是真的？亲子鉴定一测便知。不可以。怎么，童小姐你害怕了？我怕你知道你才是我家大宝的亲生父亲。大哥，你是对童瑶有偏见吗？他可是我认定的人。这家伙不愧是演员。他配不上你。陆总，那你可太小瞧我了。爸爸，小宝不舒服，我要回房间。好，那爸爸先带你回房间休息。走。童小姐，别介意啊，这远生啊，他性子冷。既然傅婷认定了你，你们就好好发展，早点结婚。小宝，哪里不舒服啊？这里不舒服。这里啊，心脏不舒服啊？爸爸带你去医院。我是伤心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不喜欢漂亮姐姐。爸爸，你和二叔抢媳妇儿，把漂亮姐姐抢过来，我帮你。二叔，你能不能把漂亮姐姐让给我爸爸？你爸爸喜欢童瑶？是的，二叔，你知道我爸爸沉默寡言，其实他已经暗恋漂亮姐姐很久了。童瑶，你什么时候勾搭上陆远生了？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个见到男人就扑的贱人！童瑶，你疯了！远生，你为什么？傅婷，你就这么照顾你女朋友的？你这女人太恶毒了吧！漂亮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坏女人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你不是我妈妈。远生，对不起，我一时冲动。
你为什么来陆家？这么多年，我待小宝一直如亲生女儿。你不是想要给小宝找一个油画大师吗？我这里有世界著名油画大师的联系方式。远山，下次不许来了，小宝不喜欢你。好，死崽子，真想现在掐死你！陆先生，童柔儿刚才可打了我一巴掌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。道歉。道歉。对不起。好，我原谅你了。远山，大哥，童瑶的绘画技术堪比绘画大师瑶瑶，要不试试？是吗？那就请童小姐给我开开眼。我凭什么给你开眼？漂亮姐姐，我想看。不愧是我瑶，就是高水准。童瑶，你这画是抄袭的别人的作品吧？童柔啊，你明天直接改名算了，就叫童德柔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说你缺德呗，大哥，你是在哪儿找的女朋友？要啥没啥。漂亮姐姐，你教我画画好不好？小宝，姐姐平时还要工作。小宝，阿姨给你找世界著名油画大师瑶瑶来教你，开不开心？不，我要漂亮姐姐教我。她什么都不会，她会教坏你的。小宝，世界著名油画大师瑶瑶是阿姨的好朋友，她肯定会好好教你的。死崽子，你最好给我答应。瑶瑶的联系方式可是我托了好多关系才要到的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吧，给瑶瑶打电话。某些人这是在内涵我不专业。喂，童瑶，你是世界著名油画大师瑶瑶？童柔啊，我什么时候是你的好姐妹了？你怎么不知道？童瑶，你是我亲表妹嘛，也算是我的好姐妹。别跟我套近。童瑶，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就是世界遗嘱大师瑶瑶呢？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平时画画的时候还戴个面具呢？你没跟我在一起，所以你不知道。你也别跟我套近乎。大哥，你不是就是喜欢画家瑶瑶吗？现在你的偶像就在这儿。现在不喜欢了。哼，不喜欢最好。世婷，你和童小姐要是没有订婚的话，举止就不要那么亲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爸喜欢漂亮姐姐，我爸爸吃醋了。小宝，别哭了。漂亮姐姐，你教小宝画画好不好？小宝也想像你一样厉害。你教小宝画画呗，我让我哥给你高价学费，不亏。干妈，求求你了。干妈，先是干妈，后是妈，早晚把漂亮姐姐拐回家。童言无忌啊，童小姐，一节课100万，可以吗？哥，太少了。童瑶可是大师啊，区100万，童瑶身为伯恩集团的董事长，根本不会看在眼里。没想到童小姐原来这么拜金。陆先生，价钱谈不拢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合作。你不至于侮辱人吧？什么素质？童瑶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严重怀疑你这油画大师的头衔有水分。
你在国外没少陪男人睡觉啊？我说这个陆远生的素质是被哪条狗吃？原来是你！你骂我是狗？对。好了，童瑶，一节课150万可以吗？没时间。我送你。二叔，小宝有一个玩具怎么都拼不上，帮帮我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我打车回去。我送你回去。远山，你也把我送回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童瑶，我警告你，陆远生是我男人，你要是敢跟我抢，我有各种招式折磨死你。哼，谁稀罕那个面谈？但就是不能让你如意。折磨我，童柔儿。要是这陆远生喜欢的人是我，那最受折磨的人应该是你吧？我劝你啊，有时间的话，你就赶紧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脸上的皱纹。要我是陆远生，我也嫌弃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呀，我就是喜欢看你这副抓狂的样子。起开！童瑶，谢谢。远生，我坐后面晕车。表姐，你坐哪里都会晕车的，要不你在后面跑着，跟着我们。童瑶，远山开车。远生，穿高跟鞋跑步应该挺费小腿的。注意安全啊，跑慢点。谢谢陆总，注意安全。大宝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妈妈，小宝真的是我双胞胎妹妹。大宝，这是什么？我看看，给妈妈看看。妈妈尊重你的隐私。走吧，回家。今天去哪儿玩呢？远生，你看什么呢？童瑶的儿子童大宝，长得真的很像陆家人。难道他真的是傅婷的孩子？等做了亲子鉴定报告就知道。不用亲子报告，远生，童瑶他从小到大和男人乱搞，那个孩子肯定是哪个野男人的种，和陆家没有关系。远生，你不会喜欢上童瑶了吧？大宝，怎么啦？不开心吗？妈妈，要是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，你会不会不爱我了？大宝，你确实有一个双胞胎妹妹，但她已经被你祖奶奶抱走了，可能早已经……大宝，你放心，无论你的妹妹能不能找到，妈妈对你的爱永远不会变。妈妈，你一定会找到妹妹的。好。哎呦，大小姐，你可来了，您快看看吧，老夫人她不行了。这么快就要不行？看来是作孽太多，老天爷要收他。走吧，去看一下。请进，请进。刘管家，你好大胆子！你想杀了我？对，童家我说了算，我想杀谁就杀谁。
心病不能有东西。你敢骂我？我打死你！你忘了吧，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童谣了。大逆不道的你那个贱货！你想气死我呀？那你现在去死啊！说吧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签了他。结婚协议？童瑶，你不配跟我抢男人。奶奶给你找了一个好男人，过2天你就去嫁给他。这男人是谁呀？你们凭什么左右我的婚姻？就凭我是你奶奶。这个男人也不过50多岁，去年当熬，不过他事业有成，就凭你带个拖油瓶，能嫁这样的男人？就算你3生有幸了，你还不知足，你不知好歹的东西！要嫁你嫁。童瑶，我以后可是陆远深的太太，你觉得我会看上那遭？童瑶，嫁。再说一遍，嫁。管家，拖出去把他的腿给我打断。兴许那个老头子会更喜欢。住手！没想到你们童家的家风居然是这样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痛不痛？妈妈没事。大宝，你怎么来了？妈妈，我一直联系不上你，我就去找陆叔叔来救你啦。谢谢你啊，陆总。远山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啊，陆总，请坐，请坐。不必了，你们童家家风粗俗，童柔儿满嘴谎话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啊？从今往后，童家、陆家无需任何来往。不要，我不要！远山，你忘了我和你5年前……闭嘴！5年前出了那个，我从未碰过你，因为你让我觉得恶心。你不要我了，你是不是喜欢上那个童瑶了？你为了他不和童家来往了？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我不与你们童家来往，是因为你们童家作风粗俗，少不了黑。陆总，你跟柔儿相爱5年了，你不能弃她于不顾啊！你不与我们童家来往了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我与童若儿没有任何关系。童老太太，我看你是真老，都有幻想症。你耽误我孙女5年的青春，不行，你必须娶柔儿，你必须娶她。好啊，娶你孙女儿。童瑶也是你孙女儿，我娶她怎么样？不可以，远山。童瑶她是个不干净的女人，她5年前就和别的野男人睡了，她配不上你。你也配不上。童老夫人，你应该知道，私自用刑是违法的。让开。你敢阻碍我和远山，就让谁去死？贱人去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唐柔儿，疯了！你敢打我？行，有件东西你们可能还不知道，你们看一下。我手机上有几张照片，你们要不要看一下？但看之前，我有必要提示你们一下，陆氏集团
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的，我才是童氏的唯一继承。你是继承人，我是你奶奶，这个家我让谁继承就谁继承。你让谁继承就让谁继承。那你为什么给我二叔？不会因为他是你的私生子？放肆！他是你爷爷的亲儿子。本来这件事情我不想说的，但是你们实在太过分。童瑶，童氏集团董事长是我爸，你别痴心妄想，你马上去嫁给那个糟老头子。让我嫁人？你们怕是忘了吧？我爸的遗嘱上写的是什么？如果我嫁人，或者我替童氏集团拿下千亿项目，那我就可以继承童氏集团。你们现在让我嫁人，行，在童家，我才是流着童家真正血脉的人。就算我不嫁人，童家一切也都是我的。我今天让你见识见识，在我这儿谁说了算？对了，有件事情你们可能还不知道。童柔儿，你和你爸一样，都是私生子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童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的，我要童氏集团总经理的位置。你快把大宝给我弄死！奶奶，我已经动手了。我大宝呢？童瑶，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？你儿子被人带走了，你都不知道？谁带走的？当然是我呀。童瑶，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放弃你儿子，让我弄死他；二，带着你儿子滚出国，我永远不给他回来。行，我选。哼，我一个都不选。童柔儿，大宝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让你生不如死。那你就等着给你那小崽子收尸吧你！小少爷，我对不住你了，是柔儿小姐让我弄死你，你死之后可别找我报仇。这不是漂亮姐姐家的小哥哥吗？你放我！你放开我！跑哪去！老人，你干什么？离远点！我弄死他！小哥哥，你没事吧？别害怕，我保护你。妹妹，小哥哥，你叫我什么？谢谢你救我，小宝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兄妹，我来保护你。兄妹？那漂亮姐姐就是我的妈妈？不过，漂亮姐姐是我二叔的女朋友。放心吧。小宝，小宝，你怎么来童家了？爸爸，小宝有哥哥啦！陆叔叔，谢谢你救我妈妈。爸爸，哥哥说漂亮姐姐和我二叔是假扮情侣，所以你还有机会哦。假扮的？难道这个童大宝和陆家没有关系？那他是那个女人和谁生的？爸爸，你生气了？你不应该开心吗？不过你皱眉的样子，好像我的哥哥哦。大宝，大宝，我在这儿。大宝，你没事吧？大宝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没有保护好你。妈妈，我没事儿，是小宝救了我。小宝，谢谢你啊。漂亮姐姐，不对，干妈，
我和大宝是兄妹，以后我保护他。不对，是我保护你。小宝，走，跟爸爸回家。陆总，刚刚谢谢你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的腿……不用谢。还是要谢谢你，替我解围。你不会以为我对你感兴趣吧？你比我孩子他妈差远了。妈妈，你要去上班吗？怎么这么早？对啊，妈妈要去同事上班啦。妈妈今天第一天上班，可不能迟到。妈妈，我喜欢小宝，你可以对小宝好一点吗？如果妈妈知道陆小宝就是我的双胞胎妹妹，她肯定会和陆远生抢小宝的。陆远生势力强大，妈妈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成功？唉，还是暂时不要告诉她了。好，妈妈都听你的啊。如果让陆远生知道这小家伙是他的儿子，他肯定会跟我抢孩子的，绝对不可以。大宝，你再睡一会儿，等妈妈下班回来啊，乖乖的，走啦。总监您好，我是童瑶。董事长特别交代让我照顾你，看你这简历，非科班啊，会设计珠宝？不是很精通。好，那就先从首席做起吧。1个月内，你要是能爬到我这个位置，我就能做集团总经理。但是切记，你现在不是童家大小姐。现在公司工会紧张，你就在那儿板门吧。好。转什么转呀？你不就是一个走后门的吗？姓姚的，你刚来就是首席珠宝设计师，那就让大家看看你的能力吧。哦，对了，非科班毕业的蠢货，设计出来的作品肯定是一坨垃圾。你确定你不是专业的？童小姐，我们陆总说请您过去一会儿。有什么事儿不能在这儿说吗？哎，你们陆总不是不与同事合作的，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陆总说商人以利益为主，他请你过去，有话跟你讲。行。你和珠宝设计师宝儿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不会也喜欢宝儿吧？我只是欣赏他的才华，我更喜欢他老实动动的作品。那就好，我不是宝儿。你干什么？你早上喷的什么香水啊？我从来不喷香水。他身上的味道真的很熟悉。陆远山，你不会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吧？啊？怎么？你还想勾引你弟弟女朋友？女朋友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傅婷之间只是假扮关系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和傅婷之间，我只是在帮他应付。陆远山，我是喜欢小宝，但是我不可能给他当后妈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你。哎哎哎，什么？咱们部门公家那个总监，总监？陆氏集团和咱们从事最近的合作一个珠宝项目，那个总监就是陆氏派过来监工的。哦，我以为童瑶才是那个总监呢，都姓童。哼，
他算个什么东西？谁都不许说他坏话。小宝，我想你。哪里来的野孩子？童瑶，这孩子怕不是你跟哪个老头生的私生子吧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再敢多说一句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第一天上班就带个孩子，你当公司是幼儿园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们谁看到肖总监了？我在这里。肖总监，咱们去会议室开会啊。你们先去，我有话要跟这位漂亮姐姐说。走吧。小宝，你是总监啊？你才5岁啊！我虽然年纪小，但任务大。我爸爸想让我早点结束公司业务。陆远生这是压榨童工啊！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小宝，你笑什么？你和我干妈搞暧昧了。小宝，你还是个小朋友，你懂什么？你是不是很纳闷，干妈为什么讨厌你？爸爸，我想……你有什么鬼主意啊？我想当总监，陪在干妈身边，这样我就能搞清楚她为什么讨厌你了。我不需要。不，你需要。你们的设计图都交上来了吧？好，下面由咱们的小总监来审评一下各位的珠宝设计图。我举报有人抄袭。谁抄袭？童瑶，我就说你狗屁不懂，还能设计出这么好的珠宝，原来你是抄的。拿出证据。证据？需要啥证据？你这种废物，我能制作出这么优秀的作品啊？没有证据就敢说我抄袭啊？一个大男人像个泼妇一样在乱吼什么？我看你才是那个废物。我他妈最讨厌这种关系户。童瑶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我天天针对你，不光是我，我还让他们全都孤立你。哼。林总监，你们公司人都这么放肆吗？这是因为什么？不会是因为这个林峰是你小叔吧？童瑶，童瑶，你放屁！什么小叔？我是他的亲弟弟。还有，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？给我闭嘴！所以这只疯狗叔叔就是关系户喽。怪不得林峰平时那么嚣张啊，啥也没能力，工资比我们高1倍，真废。要我说，陆氏集团就是个垃圾，还这么小的崽子当什么小总监？我现在就打的连你妈都不认识你。那狗叔叔要咬小宝吗？李高，对，那死丫头跟你什么关系？童瑶，先来教训他，再来教训你。站住！她是我的女儿，你要是敢动她，就是在挑战我的底线。你敢动她一下试试？那小东西真是你女儿？女儿？可柔儿女神说陆小宝是陆远生的女儿，让我针对那小崽子，有事他担着。干你！小宝，别怕啊，跟他在。干妈，我替你讨回公道。你们都没有证据，凭什么污蔑我干妈？是不是想被炒鱿鱼？疯狗叔叔，你给我站着，不许坐！凭什么？凭我现在是你的老板。小总监，你不要仗着童瑶是你干妈去徇私舞弊。徇什么私，舞什么弊？小宝，这是偏袒的意思。小宝，你放心吧，干妈自己会处理好。干妈的事情就是我的事。肖总监，童瑶，要不咱们这个事儿就算了吧。啊，你记住，下次注意不要吵。
我干妈没有抄袭，我这就找人帮忙。崔总监，什么都不懂。总监，小宝他虽然年纪小，但他职位不高，难道你也要被查到里面？喂，兄弟，咱妈有难，请求帮助。我妈妈怎么了？好，知道了。睁大你们的眼睛，给我好好看看，这些都是我干妈设计的。去调查佟大宝，我怀疑他就是上次入侵陆氏的黑客。好的，陆总。到底是谁啊？能不能给人家留一点隐私啊？一无是处，根本不可能设计出这么优秀的作品。你找个枪手，个无耻的贱人！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？怪不得别人都说你是个疯狗，谁认好？没脑子。我他妈不是狗！唐拉林吧，我要确实很优秀，少说两句。要不这件事儿就算了。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跟狗叔叔要道歉。不可能！我要炒你鱿鱼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说对不起，你没听见吗？我不接受。怎么样才能满意？小宝，我们的家规是什么？按照我们陆家的家规，污蔑人者应该被掌嘴。大哥，你打我！我不是你哥，滚！别跟我装关系。散会。走，咱们走。除了疯狗叔叔，其他都评为优秀。干妈，我兄弟好棒啊！把你隐藏多年的精彩作品都找到了。小宝，你和干妈说的这个兄弟，不会是大宝吧？对呀，你忘了吗？我和大宝是结拜兄妹。干妈没忘，只是什么？只是没想到我那个好大儿居然这么有本事啊！干妈，大宝哥哥好像很有钱的样子。我那天看到他的手表，全世界只有2块。大宝那块手表不是假的吗？非也非也，是真的。因为我爸爸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。难道那小子说养我是真的？钢琴家、珠宝设计师、婚纱师、调香师，妈妈这么多隐藏身份，不累吗？我养他多好嘛！您的账户到账1000万元。喂，这次的任务是什么？什么？让我入侵陆氏集团的内部网络？不行，他是我妹妹的爸爸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陆叔叔，对不住了，我要赚钱养妈妈。陆总，查到了，佟大宝是不是？陆总，那个黑客又入侵咱们陆氏内部网了。我让你调查黑客，结果你把黑客招来了。不是我，陆总，我还没开始调查，那个黑客我来后悔准备吧。佟大宝，如果你真是那个黑客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陆氏集团什么时候来了一位高手？这小子挺有本事。小子？什么小子？佟大宝，你比你妈有本事。
这小男孩长得真像陆总啊。佟大宝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陆叔叔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为了1000万入侵你们公司的内部网。1000万？你不过是盗取我公司的一个小文件，就收了1000万。童瑶那个傻女人，怎么能养出这么聪明的儿子？哼，肯定是那个野男人有点本事。陆叔叔，因为你们公司造成了损失，我可以赔钱。叔叔啊，不输你钱。真的吗？肯定没好事儿。小宝说他的爸爸非常腹黑。当然了，不过因为你，我们陆氏集团确实损失了很多钱。这样，你让你妈妈来给我当秘书。好大的套路！陆总喜欢人家童瑶就去追啊，糊弄人家儿子算什么？你喜欢我妈妈？爸爸真棒，勇敢爱，勇敢表白。小孩子懂什么？妈妈，陆叔叔喜欢你，他想让你做他的私人秘书。难道陆远生知道大宝是他的孩子，他想夺回大宝？陆远生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你知道佟大宝是谁吗？我不可能把佟大宝还给你。陆远生，你给我滚远点。宗柱，带大宝、小宝去休息。我跟童瑶单独聊聊。我和你之间没什么好聊的。佟大宝是我的儿子。他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不想赔钱就发疯。妈妈，我和小宝先出去了，你和陆叔叔单独聊吧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大宝？别生气啊，会吓到孩子的。童瑶，你该不会以为我要抢走佟大宝吧？他又不是我儿子，我抢他干什么？只是什么？如果他真的是我儿子，我一定会把他抢过来，包括你。你敢？你儿子是国外技术排名前10的黑客，你知道吗？黑客？自己儿子干什么都不知道，傻乎乎的，怎么生出那么聪明的儿子？你儿子潜入我陆氏集团的内部，给我公司造成不少损失。赔钱呢，毕竟我们俩亲过，有点见外了。不如这样，你来我公司给我当秘书。我们那次不过是皮肤碰了一下，是意外。开个价，我赔给你。嘴巴是皮肤吗？童瑶，你怎么这么不知检点？我检不检点和你没有关系。陆远山，你又让我给你女儿当钢琴老师，又让我给你当秘书，你刻意接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怎么，你是觉得我喜欢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喜欢你。我也不可能喜欢你。多少钱？我赔你。5000万。我还以为多少钱，区区5000万，还想让我给你当秘书，大尾巴狼！转你卡上。你这么有钱？对啊，我有钱到可以保养你，但我看不上你，因为我喜欢技术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技术不好。你说我吻技不好，上次就碰了一下，你怎么就看出不好？难道你说的是其他技术？那个陆总，滚进来！陆总，说，
佟大宝给咱们公司造成的损失虽然只有5000万，但也是钱呐。您没能让童瑶母子赔钱，也没让童瑶给您做秘书。陆氏集团是你的还是我？怎么？我看起来很缺钱是？不缺，但你缺爱。跟女人谈什么钱？让她做我的秘书，屈才了。陆总，您前段时间对童瑶小姐可不是这个态度。可能是因为那个吻吧，改观了。爸爸，你已经爱上干妈了，应该是一吻定情。小孩子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小宝，你好好在同事当你的小总监，受了什么欺负啊，就给我当说的打电话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还有啊，让爸爸这样，童瑶是不是设计师吗？爸爸喜欢宝儿设计师吗？但宝儿设计师的作品有些稚嫩，爸爸更喜欢他老师的作品。爸爸，干妈不是宝儿设计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就是宝儿呀。你就是设计师宝儿。对呀，爸爸，怎么了？你很失望呀？你希望干妈才是你喜欢的设计师？啊，没有。同桌，送小宝去同事。爸爸，我不想上班了，我才5岁。小宝，你二叔呢，吊儿郎当的，没有什么好本事。这陆氏啊，将来只能交给你了，知不知道？不能给别人吗？让我大宝哥哥继承。除非啊，他是爸爸的亲生儿子。冯叔叔再见。小小姐，我送您上楼。不用，我自己上去。冯叔叔再见。死丫头，给我闭嘴！我柔有些说了，只要你死了，他就答应跟我在一起。小宝，小宝！喂，陆远生，小宝出事了。我现在，我给你发定位。好。那个人是谁？林峰。妈妈，陆叔叔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妹妹的。妈妈相信你。妈妈，找到了，小宝就在这里，废弃别墅。马上开车。住手！柔女神，就是因为这个死丫头，我才挨了一巴掌。现在我先把她打成残废，我再放狗咬死她。别浪费时间了，陆远生在帝都只手遮天，他很快就会查到这儿。那怎么办呢？用刀扎进他的心脏，快动手啊！那你刚才为什么拦着我？别废话，快动手！好，别害怕，叔叔这就扎死你！把刀放下！远生，这个人渣，他要杀了小宝！童柔，你来人，把他带走，放起来！远生，小宝他没事吧？还好我来得及时，不然小宝他……你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，社会对称。童瑶，我要你死！童瑶，小心点。远生，我要他刚才莫名其妙扇了我2巴掌。童柔儿，我应该打死你。是你教唆林峰绑架小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远山，我看见林峰他绑着小宝就来了，我担心，我就跟过来了。林峰，我们两个相识5年的感情，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吧？陆叔叔，妈妈，小宝晕倒了。小宝，妈妈，这把刀上写着“童”字。童柔儿，你简直没有人性！小宝那么小，你怎么忍心？他又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为什么不能下得去手？童柔儿，陆远生应该很讨厌欺骗你。你要干什么？要是让陆远生知道，你不单单抱别人的孩子来骗他，你还冒充5年前的我，死皮赖脸在他身边待了5年，他应该会把你千刀万剐。妈妈，我担心小宝。大宝，妈妈也担心小宝。小宝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就觉得小宝像你的双胞胎妹妹。妈妈，不可能的，小宝早就被童儿杀了。爸爸，我害怕。小宝乖，以后不去同事了，就乖乖待在爸爸身边，好不好？不要，爸爸，我喜欢待在干妈身边。好，那为了你，爸爸去追求你干妈，怎么样？远山，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你会对我负责的。爸爸，我不想看见他。你给我出来！若儿，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远山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？5年前是我……闭嘴！这5年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你别蹬鼻子上脸。我抱抱你好不好？远山，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。陆远生，小宝险些遇害和他脱不了干系，已经。我与他以后不会有任何来往。如果是我的孩子受伤害，我一定会让他血债血偿。陆远生，我请你处理好自己的感情，孩子是。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干妈、哥哥，你们来了。小宝没事的，你们不用担心。妹妹，是哥哥没有保护好你，是那个疯狗叔叔太坏了。干妈，我想上班。朋友，小宝身体没事了，你带他先回同事吧。妈妈，我有话想跟陆叔叔说。怎么了，大宝？你要是喜欢我妈妈，就不许说伤害她的话，否则我绝不会让你和我妈妈在一起。你呀，我不可能喜欢上你妈妈的。就算你是我亲爸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和我妈妈在一起。你知道吗？你都被抓了。太好了，那婚姻终于就拿走。哎，亲弟弟，咱明天肯定心情不好。小姐姐好，哥哥姐姐们好。总监，朋友，你跟我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那个老男人总监会不会欺负干妈呢？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。经过测评，我们华东地……喂，小宝，你说什么？童谣有危险？你给他们开会，我得接着。陆总有一些急事，接下来一场会议由我给大家开。找我什么事？你放开！害我弟一蹲监狱，他让人住。你传我！放开我！我可是童家大小姐，你不想活了？你算什么狗屁童家大小姐？吴柔儿还是童家大小姐？行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要钱还是？要什么？我要你。我好难听见，别要我？我他妈也配！你只能吃。臭婊子，你别想争执了！我告诉你，童家上面命令我，让我压榨你，我他妈弄死你！别动！我手里这把刀可不长眼睛。啊，文静，别冲动，我给你绳子。不需要，我自己有。不要你，你继续。哦，看什么看啊？都给我工作！还有啊，3天后都给我去参加主管设计大赛。哎，你还有什么？啊，没事了，滚吧，滚！没想到你还真有良心。对啊，陆总，我还家暴，所以你得离我远点。送你的礼物。送我礼物干什么？童大宝帮我救了小宝，为了感谢他，我就送你礼物。喜欢吗？陆总，你想和我求婚啊？求婚？求什么婚？陆总一送人礼物就送人对称。抱歉，我让助理再准备一份。不需要，送给你的童儿去吧。你吃醋了？我跟童若儿之间，你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。陆远生，我要工作了，慢走，不送了。好。欢迎各位优秀的设计师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巅峰设计大赛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要欢迎我们4位重量级的评委。接下来有一个重磅消息，那就是我们的顶级设计师宝儿也参加了我们这一次的大赛。远胜，听说你最喜欢的设计师就是宝儿，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。最好别是个狐狸精，不然我弄死他。远胜，你人脉广，你肯定知道设计师宝儿长什么样吧？就在那。童瑶，你到底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身份？你最好认清你的身份。如果你对设计师宝儿做出什么过分的事，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。童瑶，你到底给陆远生下了什么迷魂药？下面请看设计师宝儿的作品。
有请大众点评，同时有请我们的评委评分。不愧是1年前横空出世的天才设计师，这款项链太漂亮了。孺子可教也，宝儿的水平有长进。干妈，你说话的语气怎么这么像我的老师呀？老师？我就是宝儿呀。我的老师也经常跟我说什么孺子可教也。我教了1年的学生居然是陆小宝，我还以为对方是个成年人，没想到是这个小家伙。干妈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感叹你的老师真幸运，有你这么有天赋的学生。嘿嘿，干妈，其实我也没见过我的老师长什么样子。会见面的。下面请公布我们设计师宝儿的最终分数，98分。等一下，我有异议。这件设计品非常垃圾，没有任何设计感。我认为最高50分。坏阿姨，你凭什么侮辱我的作品？陆小宝，你是设计师宝儿？对啊。童谣不是宝儿？我们的分数都是公平公正的，通拿以后，请您放心好了。看来你还是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可以让你成为影后，也可以让你一无所有。袁生，我知道错了。下面请大家为设计师童谣的作品评分。这个珠宝好像我老师的设计风格呀。童谣抄袭，这个设计风格是顶级大师东东的设计风格。谁说我不能是顶级设计大师东东了？干妈，原来你就是我的老师呀！欣赏加亲。那你怎么证明你是东东？小宝，放大那张照片有个东字。童谣就是那个设计师是东东，童谣这么厉害呢？小宝，乖。妈妈，这里。上车，庆祝你获得设计金奖。爸爸，要不要请干妈吃饭？干妈可是我的设计师老师呢。爸爸，如果干妈真成了我的二婶怎么办？爸爸给你抢过来呗。妈妈，你和傅叔叔坐在一起。好。这小子不会要撮合我童谣吧？童谣，你没觉得我和大宝长得很像吗？来的。废话，大宝是你亲哥的儿子。哎，童谣，要不咱俩凑合过得了？我肯定把大宝失业覆盖给弥补回来。傅婷，你要和我在一起，我和你，我同意妈妈和傅叔叔在一起。我不同意。小宝，去练。哥哥，你怎么叛变了呢？爸爸和干妈是一对的。哼，才不是。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偷听小情侣说话了？小情侣？对啊，上次我带他们回家了，你忘了？你忘了上次我说了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？为什么呀？对啊，我也怎么知道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干妈的亲生女儿。小宝，你说什么？你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什么了？干妈，你是我哥哥的妈妈，那我就是你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对。傅瑶，
你还有个女儿？没有。大哥，小宝童言无忌，你不会跟我抢女朋友吧？说不好。我去拿卫生间。傅叔叔、陆叔叔，我们去看看妈妈。大哥，从小到大，我喜欢什么，你都会让给我。如今我喜欢童谣，你不会？你换个人喜欢。大哥，你要和亲弟弟我抢女人，也不是不可以啊。你知道我妈妈是谁吗？哥哥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的妈妈就是我的干妈呀。哥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爸爸、小宝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干妈，你把我当做亲生女儿好不好？大哥，童谣是我的，我不会把它让给你的。好啊，那我就把它抢过来。这个大魔王又要干什么？说话啊！你去给我物色几个女人。陆总，您对童谣不是，怎么还要别的女人？是副厅长的，让他赶紧结婚。好的，陆总。喝水。佟大设计师，那之前呢是我狗眼看人低，不知道呢您就是东东。那这次鉴于您设计大赛拿到了金奖，我给你升职加薪。你被辞退了，这间办公室是我的了。佟大设计师，你一个小员工拿什么走？拿股份啊！现在同事的风气太烂。我不走。你不走，我送你走。这个是你猥亵我的视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送你进监狱。滚！这个位置你配坐吗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哟，什么事情惊动了您这个大人物啊，二叔？你个小贱人，你不在国外好好待着，你回国干什么呀？你还敢开除你上司？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童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建立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是这儿的董事长。呀，你是忘了吧？你就是一个私生子，血种不同的杂种。小保安，把你给我扔出去！二叔，识字吧，好好看一看。童氏集团第2代股东是谁？你什么时候说过公司股份的？谁给你的钱？我把你是私生子的事情告诉媒体，用这个钱就购买了一些股份。贱人！他妈当初就应该让你跟你爸你妈一块儿死！冯董事长，陆总，这是我们家务事儿，请你出去。你们现在在公司就是公事。童董事长，你不给我面子，也得给你们公司股东面子吧？你什么意思？童董事长，这些天你一直在情人家享乐，不与外界通消息。我们陆总已经收购你们童氏，
我不同意。你没有权利不同意。在同事，就算你是董事长，也要听我们陆总。我现在正式任命童瑶为童氏集团的总裁。你敢架空我的权利，陆远山，你别忘了你是我女婿。我倒是想成为你们童家的女婿，但不是你。好啊，你们两对狗男女，敢背着我女儿乱搞，走！童瑶，没有我，你可是生不了人。谢谢啊，陆总。但是我从来不靠男人。陆总，人都走远了。我不想。老八，试婚纱，这怎么样？都很好看，这个你看。去前面看。同时勾搭陆家2个男人，真贱。远山，恭喜你啊！你弟弟傅婷要结婚了，他正和童瑶试婚纱呢。傅婷和童瑶要结婚了。陆总，都准备好了，马上开会。开什么会啊？这件什么呀？远山，你看，我是……这件不合适。这件很显胖。不是说就我们2个人吗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来了。童瑶，你要和傅婷结婚吗？是啊，大哥，下次就别让我想起来了。我和童瑶下周去订婚了。你真给我高大上。童瑶，我有话跟你说，你下去。你想说什么？陆远山，你看我过得舒服，你心里难受是吗？不是这样的。陆远山，在你心里，我是不是就配不上陆家？不是，是你和傅婷她不合适。那你说，我和谁合适？算了，祝你和傅婷永远幸福。傅婷，我们联手吧。你帮我得到陆远山，我让童瑶对你死心塌地。我们联手？做梦吧你，笨得跟猪一样。下周来参加我和柔儿的订婚仪式。好啊，大哥，下周我一定会带着我的未婚妻参加您和大嫂的订婚宴。傅婷，你好，走。我大哥和童瑶订婚，你心里一定不是滋味吧？他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傅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。等你女朋友回国，我们少来往。别呀，说不定我们还有其他关系。这件挺适合你女朋友的。欢迎大家参加我和远生的订婚宴。这什么订婚宴？怎么什么也没有啊？童瑶，你永远都比不上我。童瑶，你也来了。干妈，我好伤心。你为什么不嫁给爸爸？我不喜欢那个坏阿姨。小宝，她不是你妈妈，以后
我才是你妈妈。坏女人，你放开我妹妹！童柔儿，你给我放开小宝！我不放！啊！你个没教养的死崽子，你敢咬我！童柔儿，注意你说话的分寸，你别逼我在这里扇你。阿珍，带小宝回屋休息。趁童瑶不知道陆小宝是她女儿之前，陆小宝必须死。我要找妈妈。柔儿夫人在忙，我来照顾你。童柔儿她不是我妈妈，童瑶才是我亲妈妈。小姐，童柔儿才是陆家未来的女主人，她让我掐死你，我不得不从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坏女人，放开我妹妹！放肆！大宝，你要对两个小孩做什么？可是，小宝他这丫头没死，是不是你指使有人来掐死小宝？我说！远生，你听谁说的？小宝虽然不是我亲生女儿，但我待她如亲生女儿。陆叔叔，刚才你没在，我姨还掐小宝了呢。你流产，抱着别人的孩子来骗我，我念在你对小宝是早已视如亲生，我不和你计较。但我没想到你现在居然对小宝下手。果然是童瑶那个贱生的野种！远生，他们谎话连篇，小宝手上的人情不是我弄的。我儿子可从来都不说话。童柔，我救你的心。陆远生，你的私人事情我没有权利干涉，但小宝是无辜的。你要是和童儿结婚，小宝可能连命都没有。童瑶，你放开我！童柔儿，给我滚出陆家！我要和你退婚。不要！要不要，由不得你。是不是因为这个贱人？陆远生，喜欢上你自己弟妹了，你把陆家的脸放大！我喜欢谁，与你无关。来人，把童儿给我拖出去！还有那个贱人，给我拉去坐牢！是。童瑶，那个贱人！大哥，你如果真想，我可以把他让给你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闭嘴！我和你什么条件？我的私人事情还轮不到你们两个人插手吧？大宝，我们走。小宝，以后爸爸来照顾，好不好？傅婷，你刚刚说的什么条件？半个月后参加我的婚礼，看看童瑶到底跟不跟你。好。爸爸，你要去抢新娘吗？太酷了！大宝，你很勇敢。小宝呢，他从小就没有妈妈，你呀，身为他的干哥哥，要保护好他，知道吗？妈妈，你不觉得小宝跟你长得很像吗？妈妈，我的双胞胎妹妹没有被表姨杀死，小宝就是我的亲妹妹。大宝，你怎么会知道小宝的？妈妈，这是你和小宝的亲子鉴定报告。大宝，妈妈一定要把你的妹妹抢了。妈妈，小宝和陆叔叔在一起很幸福。妈妈不喜欢傅婷叔叔，那妈妈和陆叔叔有没有可能呢？可是，小宝，
妈妈会想办法弥补这些年。哎，您好，我找你们陆总。又是一个妄想上位的贱女人。有预约吗？你是什么人啊？陆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人吗？出去。那麻烦你帮我把礼物送给陆小宝，和他说是他妈妈干妈送给他的，谢谢。还想讨好小小姐，心术不正的贱货！捡起来！小小姐高贵的身份看不上你这些破烂。童总，您来了怎么没跟我说一声？童小姐，童总，公司的总裁，对不起。童氏集团的总裁，你应该没见过吧？你又狗眼看人低了吧？对不起，童总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集团是公司的门脸。这个杜甫，王助理，我建议你还是辞掉。你去财务领工资。好的，童总。那个前台对你们陆总有特殊感情？可能是的。冯助理，我要麻烦你一件事。您说。帮我留意接近陆远生的人。留意接近我的女人。干妈，你来了。好，干妈给你带了礼物。你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话？留意接近我的女人。陆总，你找女人要慎重，不要招惹不三不四的人。再有找别的人。对。如果陆远生给小宝又找了个坏后妈怎么办？我的宝贝疙瘩可不能受委屈。看我爸爸妈妈多恩爱。现在公司一言难尽呐。哎，冯柱，咱们公司的老板娘换人了，不是那个佟大影后。那个佟罗是算什么老板娘？那顶多就是条赖皮狗。童瑶，你个浪货，你别这么给我抢男人！童瑶，陆远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童柔啊，热水。童柔啊，我跟你退婚和童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现在这副泼妇样子，真的让人很恶心。童瑶，你真以为陆家的人能接受你这个带着拖油瓶的贱人？你别忘了，陆家的掌权人是陆老爷。我陆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来插嘴。蓉蓉儿，你三番五次招惹，好，我现在就让你身败名裂。现在，立马给我封杀童柔。童柔，我本不想动伯恩集团的关系，这是你逼我。你没那个本事。我被封杀了。童柔儿，这些年你对小宝的苛待，必须百倍偿还。童瑶究竟还有什么身份？她为什么对小宝这么好？难道她就是滚出去？童瑶，我要让你死！童瑶，你当年丢失的那个女儿是小宝。如果我是小宝的亲妈妈，你会把小宝还给我吗？爸爸，干妈是我的亲妈妈，
大宝哥哥告诉我的。当初那个坏女人从妈妈那里把我偷走。小宝，爸爸不是你的亲生爸爸。如果你想回到妈妈那里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不，爸爸，妈妈有大宝哥哥，你只有我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谢谢小宝。不过，你要是娶了妈妈，我们就是一家人啦。爸爸努力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同事集团年会，感谢陆总对我们同事的鼎力相助。有请陆总上台发言。只要童总愿意，我们可以合作一辈子。哥哥，爸爸是在和妈妈表白吗？应该是的。哼，合作一辈子，我不同意。童瑶，一个靠男人上位的龌龊女人，她不配。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陆远山，你想订婚就订婚，你想退婚就退婚。我们柔儿为你流了产，你把她当什么了？当什么了？当做垃圾。今天你必须娶柔儿，童瑶可以给你当情人。情人？我陆远生不缺情。好，如果你不娶我们家柔儿，必须给我们赔偿。说吧，你们要什么？远生，童氏集团是我爸爸的，你让童瑶把全部股份还给我们。不可能，童氏集团是我父亲童英俊白手起家创立的，我才是童氏的唯一继承。你不配，你不知廉耻！我现在就曝光你和别人睡觉的视频，我让大家都看看你怀上小野种的过程。童瑶，你让我在娱乐圈没法混，我就让你在所有人面前颜面扫地。哼，视频？伪造的视频多没意思呀！今天我就让大家看一看真实视频是什么样子。太劲爆了，这拿的比我都好啊！佟大爷哈，你可真不挑食啊！你怎么有5年前的视频？5年前你到底进了谁的房间？你到底有没有怀上陆远生的孩子？温柔，你瞒不住。是远生，那天晚上陪远生的人是我，反正不是你。来人，把这个满嘴谎话和这个死老太婆给我赶出去！远生，远生，童瑶，过来。你干什么啊5年前给我解药的人是不是？是又怎样？不是又怎样？是的话，我就娶你；不是的话，你也逃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很忙，我可没有时间陪陆大总裁玩感情游戏。回答我。哥哥，这个白色的东西是什么呀？这是我花重金求来的爱情药，是我合作伙伴卖给我的。可是什么？这片药对身体不好。小宝，你决定给陆叔叔喝还是给妈妈喝？给爸爸喝，爸爸强壮。爸爸妈妈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小宝，陆叔叔喝水。谢谢大宝。爸爸妈妈，我不打扰你们了。你快点回答我。
陆远山，你又不想要？又，童瑶，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觉吗？什么感觉？想要得到你，但又怕你逃离。童瑶，我嫉妒曾经占有过你的男人，嫉妒的发狂。陆远山，我不要再给你解药了。童瑶，你不许和傅婷结婚，你是我的。起来了。用这种手段勾引我，真的很低级。陆远山，你不会以为是我给你下药吧？狗男人，我救了你2次。我会对你负责。不需要。陆总，一夜情这种东西很正常。陆总，何必当真？我希望童小姐明天能和我弟弟主动取消婚礼。不可能。昨晚刚和哥哥睡，明天就和弟弟结婚。童瑶，你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陆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在欲擒故纵。你要是喜欢我，你就直说。我不喜欢你，是小宝喜欢你。我把你娶过来，你可以帮我更好的照顾小宝。陆总，你不愧是商人，这么算计。哥哥，要是让爸爸知道我们背后搞鬼，陆小宝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女儿。陆叔叔，这是我的主意。我知道你对我妈妈有意思，我是在帮你。糟糕，搞砸了！爸爸，我知道错了。继续。爸爸，你开窍了！你追妈妈的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臭小子，老娘因为你失身了。妈妈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妈妈打算把你送回陆家，老娘自己去收拾。洪总，陆老爷子找您。陆家掌权人。童瑶，你这个丫头好手段，把我这2个孙子糊弄得团团转。陆老爷子，我和你的2个孙子没有任何关系。没有关系。对，你昨晚爬上谁的床了？厚颜无耻！童英俊死后，童家就是小门小户，你不配进我陆家的门。坏老头，你凭什么欺负我妈妈？这孩子是远身的种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儿子，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好你个狂妄自大的丫头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来人，把这里给我砸了！爷爷，你过分了！这个东西私自生了你的孩子。我的孩子，童瑶，童大宝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不是你的。这分明就是远身的种。远身，你把这孩子给我抢回来，他可是我们陆家未来的继承人。够了，爷爷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。我要孙了！行了，你先回去好不好？我自己会走。妈妈，我怕。小宝，别怕啊。小宝。
你先去找秘书阿姨，跟她出去一下，我跟你陆叔叔还有话说。童瑶，5年前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你，难道是童柔儿？我自始至终对她都没有过感觉。那你对我有感觉？有。哎呦，陆远山，我说了，我不可能喜欢你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傅婷吗？童瑶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是我弟媳，我也要定你了。陆总，我们这么着急干什么去？抢婚！美丽的新娘，你愿意嫁给你对面这位先生吗？他不愿意。大哥，你还是我亲家，你看我老婆是谁？咱抢婚。哇，大哥好大气！傅婷大喜的心搞什么乱？你和傅婷普通朋友。大哥，接着下来坐。陆远生，爷爷，就算童瑶和傅婷没在一起，我也不同意你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爷爷，为什么？身份低微，恬不知耻。爷爷，童瑶并非你看到的这么简单。他能怎么不简单？陆远生，我告诉你，只有伯恩集团的继承人才配得上你。伯恩集团的继承人，哼，谁都比不上童瑶。为了远生的幸福，我必须心狠手辣一回了。大宝，你是童小姐吧？你的孩子在我们那里，我问了。陆老先生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毁了你，我的孙子就能和伯恩集团的继承人成婚。伯恩集团继承人，他不会和你孙子结婚。你这个死丫头！我要把你送给马副总，让远生知道你就是个贱女人，就是个玩物，卑鄙！丫头，要怪就怪你身份太卑微。我儿子佟大宝在哪儿？问你呢，我孩子在哪儿？那小子是远生的种，就算是个私生子，也是我们陆家的人，你不配继续抚养他。陆家人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放开！放开我！陆叔叔，妈妈有危险！他在哪里？我攻破了黑海酒店监控画面，妈妈被坏人带去酒店了。走。召集几个记者去黑海酒店现场直播，有劲爆消息。谁把消息透露出去？远山，远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远山，你不会已经知道了吧？童瑶她知道童瑶什么？远山，你别怪他，他毕竟刚刚上任总裁，没什么能力，靠卖身签合同也是被逼无奈。毕竟他以前经常……这帮记者也是你叫来的，我真是小看你。远山，你误会我了，童瑶毕竟她是我亲表妹。大家快上楼！董事长，我没想到会是您呢。马副总，我看你在伯恩集团是待腻了。董事长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听陆家那个老东西的，跟他狼狈为奸，我不应该看图女色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董事长，
您说，都给我滚！否则以后别在娱乐圈混了。元神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童瑶她肯定背。我背什么了？没事就好。如果没有陆老先生，我可没事。我会去找爷爷说清楚。说清楚什么？我和你没有关系。宝贝儿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快！有反转！从那以后勾引博彦集团总裁。童瑶，你那人缘挺好呀。蓉蓉儿，我在教你呢。之前你为了资源3番5次求我睡你，我今天就满足你。元神，我清清白白，元神救我！你放心，我很挑的。像你这种在娱乐圈被无数人玩弄过的烂货，我看不上。我要警告你，不要招惹我们董事长。童瑶、陆远深，你们对我见死不救，我恨你们！听到没有？不要招惹童瑶。童瑶是博恩集团董事长。陆总，你有什么事吗？青瑶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我不需要。陆老爷子那边，我会去找麻烦。我希望你别插手。好，洪大宝是我儿子，对不对？你当初为我生下了一对龙凤胎。我生孩子是为自己而生的。小宝，他算是和你有缘分，兜兜转转留在你身边。但大宝，你休想抢走。陆远生，我现在对你们童家人印象很差。陆总，前面有车在逼我们。爷爷到底想干什么？好像不是老爷子的车，是伯恩集团。伯恩集团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再接触进去，真的要东西。童瑶，你犯规了。回国前你答应我的事，你都忘了。伯恩，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。跟我回去，否则我让同陆2家集团毁于一旦。好大的口气啊！你是谁啊？童瑶是我的人，你说我是谁？赶紧给我把车挪开，不然走，让开！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妈妈没事，别担心你啊。妈妈，你昨天是不是回国了？也是，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，老爷子中毒住院了。中毒了啊！陆总，你看我干什么？你不会认为是我下的毒吧？恶人自有恶人收，看来不用我下手。真的不是？这不是办法。去丧心病狂的人家，伯恩。你要去哪？陆总，我不是凶手，你没有必要把我当个犯人对待。你误会我了，我是怕你被人欺负。好一对伉俪情深的鸳鸯，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亡命鸳鸯？陆老爷子的毒是我派人下的。你为什么要下毒？我替我的女人报仇啊！快5年了，你真是一点都没变，丧心病狂。我他妈不还是为了你？5年前是谁救的？又他妈是谁培养的你？你说你要回国报仇，我同意，但是我不同意你和其他男人勾搭在一起，因为你是我的。说吧，你要多少钱，我都可以给你。
我最不缺的就是钱。童瑶，你知道我的手段，我可不能确定明天是谁躺在老爷子身边的。够了，伯恩！1个月后，我跟你回去，但是孩子留给陆远生。为什么？因为5年前那个男的就是陆远生，就是大宝的亲生父亲。伯恩叔叔好，陆叔叔，我大宝，叫爸爸。爸爸。你们一家人可真温馨啊！童瑶，最迟明天跟我回去。不可以，童瑶是我妻子。妻子？你们领结婚证了吗？陆远生，5年前你在哪？5年后你跑出来认孩子认老，你真是厚颜无耻啊你！童瑶，可以嫁给我，我们一家4口人一直在一起，好吗？我跟伯恩回去。大宝，来，听爸爸的话，照顾好小宝，乖。童瑶，能不能不走？我喜欢你。等我回来。妈妈还会回来吗？会回来。大宝，小宝，爸爸，公司的防火墙已经修复好了。好。哥哥，妈妈还会回来吗？会回来的。远生，我回来了。妈妈，小宝，你刚才喊我什么？你不是我妈妈，你凭什么穿我妈妈的衣服？表姨，你动失孝嫔！你来干什么？远生，我现在已经退圈了，我现在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大宝和小宝，我们结婚好不好？滚出去！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还在等童瑶是不是？对，她会是我唯一的妻子。陆远生，你还真是痴情呀！你别忘了，童瑶她把2个孩子扔给你，和别的男人远走高飞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等不到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半年前就已经死了。再说一遍，为什么说他死了？半年前，她被迫嫁给伯恩，结婚之夜逃跑，发生车祸，被车给撞死了。阿丽不会回来。顾远生，你觉得如果童瑶还活着，他会愿意放弃童家的股份吗？现在他的股份在我手里。爸爸妈妈真的去世了吗？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远生，半年前伯恩集团董事长去世的消息，你应该知道吧？童瑶就是伯恩集团的董事长，你别再抱有希望了。
他不会死而复生。滚出去！就算他要死了，陆氏集团的夫人位置也轮不到你。他配！陆远生，我命令你娶童柔儿。陆远生，你忘了吗？童瑶当时给我下毒了吗？是伯恩下的毒。伯恩是伯恩集团的背后掌权人，童瑶是伯恩集团的董事长，他们是一伙的。我知道，那又如何？伯恩集团最近新上任了董事长吉娜，他是个狠人。你明天就跟柔儿订婚，陆童两家联合对付伯恩。要娶你娶，我嫌他恶心。吉娜，那不是妈妈的英文名字吗？难道……陆总，伯恩集团有意向跟陆氏合作，他们的董事长吉娜女士约您共进晚餐。让她滚！我去。陆总，吉娜女士说，如果你拒绝，后果自负。冯叔叔，我爸爸去。哎，还是大宝懂事啊。爷爷，您的养老金都丢了，您不着急吗？你说什么？爷爷，哥哥的意思是，您养老金都丢了，您还有心思管我们的爸爸呀？陆远生，说的话你必须听。陆家现在的掌权人是我，您的钱和养老金都被黑客给盗了，以后您可得靠我养。表姨，同氏集团的重要文件被盗了，要破产喽！远生，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和我结婚。滚！爸爸，我们去会一会那个吉娜阿姨，说不定有惊喜哦。我有什么惊喜？难道吉娜阿姨是我们的妈妈？陆先生你好，我是吉娜董事长的助理，我们董事长想和你单独聊聊。好，大宝小宝就交给你了，给我照顾好，不然他们的妈妈是会不开心的。妈妈，小宝，小宝，妈妈想死了。妈妈，你不会再离开小宝了吧？不会了。妈妈，你和爸爸先聊天，我带小宝去玩。不愧是我儿子，懂事儿。切错地方了。远生，我们结婚。真的？伯恩失踪了，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就算有关系，你也必须是我的。童瑶，你必须嫁给我，除非你死，否则我纠缠你一辈子。远山，对不起，希望你知道真相之后，别怨我。进。董事长，遗嘱已经写好了。您死后，您的女儿陆小宝为伯恩集团的继承人。在陆小宝成年之前，所有股权由陆远生暂时管理。好，你怎么愁眉苦脸的？董事长，伯恩已经失踪半年了，您不必担心的。那个疯子早晚会回来的。好，你先出去。
童瑶，你居然敢架空我的权利，这就是你送我的新婚礼物吗？你的权利？你什么权利啊？这些年博恩集团都是我一手创立的，你不过是给了我100万，怎么，我给你100万还不够啊？你还想要我的人啊？那你为什么还跟我回来？跟你回来，为了报仇。我这些年，童家人对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你一手策划的，还有我父亲的死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你不会真以为我可以为了你，放弃我喜欢的男人和孩子和你回来吧？你都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伯恩给我关起来！董事长，伯恩跑了。伯恩，天哪！我不会让你伤害孩子。二阳，婚礼现在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下班去吃婚纱。好。对了，伯恩回来了。什么？伯恩在哪儿？童瑶，你对伯恩到底是什么感情？没有感情。你很在乎。我在乎的是你们。陆远生，我跟伯恩之间的事情，我不希望你插手。为什么？童瑶，你有事情瞒着我是不是？远生，伯恩因为我丧心病狂死的，会伤我的孩子。那难道就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受伤害吗？童瑶，你告诉我，你离开的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远生，我的事情就让我自己来处理。童瑶，我想帮你，我们生死与共，好不好？两个混账东西，搂搂抱抱，成何体统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陆老爷子，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插手。你的公司？对，你是那个吉娜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啊？我不同意你们结婚。陆远山，我的话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但我不听你的。表妹，传闻你已经死了，没想到又见到了。就你这种智商低、能力低的蠢货！哎，童儿，你还真的只信我那些故意放出的消息啊？童瑶，伯恩现在就在童家，你和陆远生的婚结不成。你这个无耻的蠢货！童瑶，你别以为你是伯恩集团的董事长我就怕你，伯恩才是掌权人。童瑶，你放开柔儿，她可是远生的妻子。陆老爷子，你应该庆幸你年纪大，不然你早就被我送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童瑶，伯恩是我的靠山。你的靠山？他给你什么了？他给你钱还是给你权了？童柔儿，你现在的一切可都是我不要的，我送你。伯恩，他给你什么了？我现在的一切都是凭我自己努力得到的。好，进来。董事长，童氏集团的股权已经全部回到您的名下。你说什么？童小姐，你出局了，童氏集团和你不会再有任何关系。童瑶，滚！涂远山，
你就这么辜负我对你的爱？恶心！都是你一厢情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？我现在就让伯恩弄死你们的孩子！没事，我们去陆家，孩子可能有危险。晚了。伯恩叔叔，你走开！只要你和你妹妹这杯水喝，伯恩叔叔就走。伯恩叔叔，这杯水好喝吗？好喝，非常好喝。小宝，要不你先尝尝？小宝，不要喝，小心有毒。伯恩叔叔有那么阴暗吗？叔叔就是阴暗。大宝小的时候，你就是要喂大宝喝毒水。那都是你2岁的时候，你居然还记得？大宝记得，小的时候大宝不会说话，没法告诉妈妈。我现在就要告诉妈妈，你给我和妹妹下毒，你这个大坏蛋！现在就弄死你和你妹，然后是你妈，这样童瑶就没有顾虑。你敢咬我你！滚！这次我不会让你再枪走瑶瑶。那就大家一起死啊！伯恩，你什么意思？童瑶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是我爱你，我必须让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去死，这样你就属于我了。真让我恶心。童瑶，当初你出国，我假装我去救了你，自那5年之后。你就一直喝我给你准备的水，果然水里有毒。童瑶，我真不应该让你回国。你看，现在我的秘密都被你们知道了。解药给我。解药可以给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。我不需要解药。什么条件？你带着2个孩子去死！伯恩，你休想！半年前我可以把你送进拘留所，现在我就可以把你送进监狱。什么罪名啊？给你下慢性毒药？你有证据吗？我有。伯恩叔叔，你忘了大宝是世界顶级黑客了吗？我的眼线无处不在。童瑶，陆远山，你们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解药可以给你，只要你息事宁人。好，刘刚给我。给你。还有没有备份？还有，把伯恩集团的所有股份都转了，我给你另一半的钱。伯恩，你没有任何资格和我讲条件。就算你现在吃了这个药，1个月之后，你照样会生不如死。这样的，我不相信这个药是真的。我自己太太的毒，我自己解。陆远山，你狂妄自大的下场就是童瑶死。站住！谁让你走？要干什么？你勾结童家人陷害瑶瑶，杀害瑶瑶父亲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过我能放过？那就看看谁的本事大呀！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坐了，伯恩请假，你们全解决。把伯恩带到陆家的地下室坐一坐。是。
带下去。哼。对了，你中毒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所以，这就是你弟弟主动的。我的毒解不了。童瑶啊，这1年来你在国外呀受苦了，来多吃点啊。好，谢谢伯母。哎，多吃点。童瑶啊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出国这1年，我哥天天抱着你的衣服睡觉。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。陆总，这么想我啊？妈妈，爸爸超级想你，有一次他都哭了。陆总，一个大男人敢爱敢恨很正常。放心放心。那你以后不能离开我。小爷胜新婚是正常，但您2位能不能注点场合啊？你们一大家子在这里其乐融融，怎么忘了我这个一家之主了？我还没死呢，这个陆家就必须我说的算。童瑶，这个孙媳妇儿，我不认。不认就不认。爷爷要是不认的话，那我这个孙子你也别认。出去。爷爷，我和大哥是亲兄弟，既然你不让我哥的话，那也别让我这个小孙子了。爸，你已经老了，孩子们感情的事儿啊，就别插手了。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。当年我也不同意你嫁进陆家。老爷子，你已经老了，不该管的事就别管。童瑶这儿媳妇，我认定了。你想气死我呀？哼，死了，我给你买棺材。奶奶霸气。妈，你柔柔弱弱一辈子，终于站起来了。伯母，谢谢你。这个是户口本，明天你们拿去登记。这个呢是银行卡，里边有5000万，这是给你个彩礼钱。不许结婚！爸，我儿子和媳妇结婚，我当妈的说了算。这童瑶给远生生了1儿1女，我们陆家应该感谢才是啊！爸，送老爷子去医院，病好了送封闭疗养院。你想造反是不是？老爷子，你已经老了，糊涂了，去疗养院可以活得长远点儿。老爷子得罪了，走。手里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派人研究的新解药，你来尝一尝。中药解毒。中药去根儿，来喝2口。不好。现在还苦吗？童瑶，童瑶，童瑶，你怎么了？童瑶，爸爸妈妈是生病了吗？没有，妈妈只是累了，休息一下。爸爸，看来妈妈身上的毒应该是发作了。爸爸，这个给你。大宝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伯恩叔叔给妈妈下毒的证据，当时的是假的。真不愧是我儿子，真聪明。
爸，妈妈醒了。不要，袁山，我身体里的慢性毒药提前发作了。没有，你只是太累了，晕倒了。别骗我，我不能去。不要，跟我呀！我当时就不应该把那个解药给扔了，真该死！没错，那个解药是假的。这世界上，你中没有解，你就是解。陆先生，您愿意娶童小姐为妻吗？大喜的日子，为什么？我愿意。童小姐，您愿意嫁给陆先生吗？真可惜呀、婚礼变成了葬礼。何瑶，你这个人渣！童瑶做错了什么？你这么对她？他爱错了人，我那么喜欢，他却从来没有回头。童瑶，这个毒药没有酒，我吃了，下去陪你。伯安，毒药好吃吗？你怎么还活着？你没有解药，不代表我没有。你们骗我！伯恩叔叔，看我爸爸妈妈的演戏好吗？伯安，你要是想死，就自己去死。把解药给我。我以为你不怕死，原来你也是贪生怕死之辈。别废话，解药给我。解药给你可以，但你必须为你犯下的罪行承担后果。我认罪，我都认。好。一切我都做得清清楚楚。我有什么罪？伯恩叔叔，这是我哥哥调查的所有罪证，你就等着警察叔叔来抓你吧。我是你，站住！伯恩，你看看你身后。您涉嫌故意杀人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不要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他回不来了，他应该为他犯下的罪行承担后果。他的毒会在牢里边发作，痛苦而死。那瓶解药当然是假的。他害得你家破人亡，害得你在国外飘荡了3、5年，他凭什么活着？袁山，谢谢。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，谢谢你给我生下了大宝和小宝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董事长，您需要男秘书吗？什么男秘书？我啊，你公司没事情啦？来给我当秘书？你过来啊！我可是很严格的。干什么啊？都2个孩子的妈了，还这么害羞啊？爸爸妈妈，你还要注意场合啊！这可是在公司啊！大宝，小宝，
想妈妈啦？妈妈，怎么啦？下个月是你的生日，这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大宝，这里面有多少钱1000万。我去，他哥你儿子是天才呀！当然，这么小年纪能挣这么多钱啊！小意思。大宝，这钱你留着，妈妈不要。妈妈，这个玩偶，它每天陪我睡觉，我最喜欢了，送给你。小宝，这个是你最喜欢的玩偶。大宝，小宝，只要你们两个开心快乐成长，就是妈妈最好的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生日宴。我的好表妹，生日快乐呀！表妹，你过生日怎么不请我喝彩？怎么？你怕我？既然来了，就安分。表妹，我现在还哪有能力不安分啊？你都已经把我搞得身败名裂。小贱人，自己过得挺风光啊，自己的家人却视而不见，你真是个白眼狼！哼！我没有把你和童柔儿送进监狱，就是对你们最大的仁慈。哼，表妹，我爸爸最近住院，急需要钱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笔钱？大家都是一家人。你爸不过是一个私生子，和我童亮是儿子，和我童瑶又有什么关系？童瑶，你还真是冷血无情啊你！童柔啊，你要是不想你爸明天就死的话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我们现在只要钱。童瑶，你真是忘恩负义！童家的房子不给我们住，钱也不给我们，我今天就要和老太太讨个公道。对，你们童家对我有什么恩啊？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你个小贱人！我今天和你拼了！你看你这个，童瑶，你好狠的心呀！你把孩子杀了！童柔啊，再喊下去，童老夫人就没命了，送医院。这个死老太婆没救了才，童瑶杀人罪名落实，再无犯事的机会。哥嫂子，放心吧，这老太太没事，就是血压高。没用的老东西！童柔儿，我警告你，别再耍这些没用的把戏。走。这谁呀，柔儿？干什么？反正你也没2年可活了，早死早享福。这个贱人子！童柔儿，你真卑鄙龌龊！傅婷，报警！不要报警！把他带走。走。童瑶，你出来，我要杀了你！童瑶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就被这个小贱人给掐死了。不用谢，我对不起你呀，对不起。你没对不起我，你也不用谢我。你要是死了，我也有妈。你错了没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童瑶。童老夫人，你当初联合伯恩杀死瑶瑶父亲的时候，你纵容童柔囚禁瑶瑶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觉得你错了？对，嫂子，这老太婆就是没靠啥，才向你示好。点善，把她送进封闭疗养院吧。我不去养老院，我不去养老院。你闭嘴！你得给我养老送终，我。再喊的话，我现在就给你送终。我爷爷在疗养院，你们两个头脑不清醒的家伙在一起也是个伴儿。
来吃饭啦！爸爸，你确定妈妈做的菜能吃吗？大宝，你不确定。不是怎么？你们3个还不相信我的手艺啊？不吃我自己吃。瑶瑶，你哪不舒服啊？小宝，我们要有小妹妹啦！远山，嗯，我以后不自己做饭，都给自己吃吐了。好，嫂子，你怀孕了啊？啊？我怀孕了？童瑶，你怀孕了？5年前我没能陪你生孩子，这一次我一定好好补偿。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妹妹的。好。妈妈肚子里的是个弟弟。不对，是妹妹。不要，你只能有一个妹妹。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侄子的百日宴。现在我宣布，我的小儿子陆思琪为童氏集团继承人。感谢各位大佬以及总统前来送礼，祝小少爷健康成长，开开心心，前程似锦，万事如意。我靠，嫂子，你认识这么多大佬啊？因为我的老婆也是大佬。夫人该给小少爷喂奶了。好，吃吧。慢点啊。那个英文的阿姨是新来的吗？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哥哥，我们去看看那边的礼物。好。童先生，孩子我已经给你报过来了，我的钱。钱已经给你转过去了，陆家你待不了了，赶紧走。小崽子，我还没死呢，你凭什么是童氏集团的继承人？阿姨，我弟弟呢？小少爷睡着了，正在房间休息呢。骗人！我弟弟这个时间他从来不睡觉。哥哥，他骗人。妈妈，这个阿姨把我弟弟弄丢了，你快来！先生夫人，我迫不得已才把小少爷送出去的。送出去了？送给谁了？说啊，送给谁了？你妈说童建国。蠢货！来人！陆主，1个小时之内必须找到小儿子。是。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是。走。爸爸，我有办法找到弟弟。你确定弟弟在医院吗？我确定，我送给弟弟的手镯上安装了定位系统。死崽子，我要带着你一块儿死！童建国，你放开我儿子！站住！放开你儿子！谁他妈放过我？童瑶，就是你，你能回报老子一辈子！童建国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们都会给你。把孩子先放下。建国，建国，妈，你这是何苦啊？你不在疗养院待着了吗？是，妈是在医院，他挺好。妈现在想明白了，是我们对不起瑶瑶和他爸。你别再继续造孽的，来，听话，把孩子给我，给我，听话，乖乖，哎呀。瑶瑶，你快来！抱着他。谢谢奶奶。瑶瑶，这些年是我们对不起你和你爸，我一直袒护着你二叔，是奶奶不好。现在过去了。妈，我是你儿子。这些年。都是我造的孽，我让你和伯恩杀死了童瑶的爸，
我已经进了监狱。建国，你快去自首吧！你是我儿子，可是咱们欠下的债就必须得还呐！妈，来人呐！那个谁来？来人，给他带走吧！妈，我是你儿子，妈，我是你儿子，妈！欠的债终究是要还的。小肉，一个人生，你们好好过你们的日子吧。奶奶该走了。好了，没事吧？所以啊，以后我们一家人一直在一起，永远的。